这一期我们讲育人，只要你用我说的方法去教育孩子，只要你可以遵循坚持，我们至少为社会培养了一个好人，同时你也可以放心的让孩子面对社会，不惧怕挫折。好，如果之前心之毛那期你看了，你懂了，那就可以使用这把工具贯穿育人。我先说一句，不要让我们的童年遗留的问题延续到下一代人身上，我们要清醒自知，严格自控。时间不语，仍却回答了所有。不要把最亲的孩子培养成最想远离你的人。这期会超长啊。好，我们开始。首先，父母得先成为一个正常人，拥有正常的三观，再让孩子成为正常人。如有能力，再往优秀培养。顺序不能错，在当下能让孩子成为一个正常人就已经很优秀了。所有对孩子的沟通要准确，不要凭借自己固有的记忆脱口而出。回答孩子向你提出的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说等我去查一下，稍等啊，然后去搜索一下，确定你的解释是正确的。在孩子面前万万不能逞强，我们没必要做一个什么都知道的父母，没必要，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你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，第一部百科全书，要的是正确率，不是你的自尊心。我为什么先说这些？因为表达是我们和孩子唯一直击心灵的桥梁。如果表达总是含含糊糊，那孩子的童年也会非常模糊。而且这种家庭一旦不看重准确表达，那孩子长大必受影响，他也会不追求准确的信息和认知。在家里面，我们大人摘掉面具，摆脱社会中我们所扮演的人设。家不需要人情世故，只需要放松放轻松。家是万般包容的最后港湾，也不用觉得教育是个很大的事儿，是个很难的事儿，是个很严肃的事儿。家是最不该严肃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你的严肃只能证明除了严肃以外，你没有任何办法来解决问题。轻松的环境会让孩子更容易接受你的教育，反之亦然。我们要跟孩子把话慢慢的说清楚，什么时候我们要忍，什么时候我们要让，什么时候我们该争，而不是一味的忍让，又一味的指责孩子为什么不争气，不然这些信息都是混乱的。我们大人的表达不需要引经据典，非要出自名人金句，你就说大白话，说能听懂的话，直接输出就可以。现在的网络环境就是把教育这么简单的事儿搞得贼复杂贼神秘，让你感觉不学点什么好像都要被淘汰一样。焦虑营销在教育上万万不可。关于陪伴，不是说你24小时陪伴对孩子就是好，一天2个小时的陪伴对孩子就废了，不是的。高质量的陪伴与沟通才是核心。你在旁边玩手机玩游戏喝酒抽烟砍大山不务正业，这种陪伴不要也罢。还有一种误区，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自己抱着书读这种环境就对了，这是误区。在家庭环境中，你大人可以刻意营造的氛围，其实坚持不了几天，你自己就会打回原样，并且其实你们也不了解自己，未必有嘴上说的那么在乎孩子的成长，大多都是想起来了对孩子好一点。所以我们回归现实，该干嘛干嘛，只要你的三观正确，是非分明就可以。虽然成年人的社会全是灰色地带，不存在非黑即白吧，但在家庭生活中，面对孩子要有你的明确表率。小孩理解不了什么是灰色逻辑，也搞不懂何为道。我们不要把本身就很简单的事儿、简单的生活搞得非常繁琐复杂，好像交织了一堆道理一样，完全不用。小孩子嘛，饿了就说，疼就哭出来，想要就直接提，不开心就表达。人该有的情绪一定要让孩子在唯一的港湾里正常抒发。凡是长大心理不太健全的，都是童年被长辈压制的反馈。还有，请不要跟孩子玩冷暴力，冷暴力比暴力本身还要残忍。有话好好讲，有问题当场当面沟通解决，要允许探讨，甚至激烈的探讨都是非常正常的。情绪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孩子把情绪放在外面，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。
尤其注意情窦初开的年纪，家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地方，不怕你折腾，就怕你在外面折腾，大人不知道。家庭和谐不是不吵架，能理解吗？很多非常棒的家庭，打打闹闹很正常，最怕的是大人憋着，孩子也憋着，都憋着，到最后都不痛快，也没一个正常人。这样的孩子即便是金榜题名，步入社会也会被现实毒打，何必呢？对吗？家庭不和谐，孩子长大容易在外面被骗，这个被骗的根源就是因为家庭的不和谐。这个你们能理解吗？不和谐不是指单亲，而是家里的大人，你的沟通方式和沟通内容是不是正常，是不是正向的，而不是一张口就带刺。什么事儿都让孩子自己去反思，有太多优秀家庭都是单亲家庭，社会把单亲妖魔化了，都拿这个关键词来去博眼球，获取流量，不干正向引导。我们不能小时候教他莫名其妙的忍让，然后等学校毕业了催他去竞争。别忘了，在社会上可没有人有义务引导年轻人，那这些孩子步入社会，吃着各种老油条画的饼，被各种现实摩擦，和他们在校园生活的单纯世界大相径庭，又没人带，又没人点拨，最后就是七扭八歪，导致正常人稀缺。这是育人的问题，不是孩子的问题。我们要反思自己，任何问题绝对是我们大人自己选择教育的方式导致的，是自己认知局限导致的。还有，不要总说正确的废话，比如说做人要心地善良，做人要踏踏实实，要心存感恩，然后你不去跟孩子解释，具象的拆解这些话，孩子只是听到了一堆句子，仅此而已，没有任何作用。最后我们大人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说，以前我都教过我们家庭的教育没有问题这是孩子的问题，不是我们大人的问题。这不就是推卸责任吗？请你带着孩子走出舒适圈，不是到社会工作中才意识到要破圈了，要走出舒适圈，而是一生都不要在舒适圈内，我们就正常的一起过日子，一起感受生活，和光同尘，接受四季更迭，享受风雨交加，更陶醉于夕阳西下。任何景色都是景色，不要过度保护遮挡风雨，让孩子和大人一起共同成长，共享生活变迁，共同乘风破浪。人生是用来体验的，很多人从一开始的打开方式就很拧巴，不要这样。人生如戏，其实到最后什么都不会留下，有苦也有乐，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才是主宰命运的唯一掌舵人。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，就是让他们用童年来滋润一生，而不是用一生治愈童年。你保护的越多，其实就是掩盖他心灵建设的最高围墙。我们让家不是有规矩，而是有规律，固定的规律。规矩是死的，没有灵魂，孩子产生不了强链接，他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规矩，而规律是动态的，这个能理解吗？无论孩子心灵成长到什么阶段，他一想到家都能知道父母的反应是什么，这种反应规律是什么，就是大人不能忽冷忽热，让孩子摸不透，忽冷忽热会让人没有安全感，反而等到孩子长大成年的那一天，也是他们逃避你的那一天。我们都要认真的给自己和孩子在每一个阶段立一个座右铭，不要小看座右铭，它是心之锚。我给大家点建议，两个形象，很俗的形象但是比较好使。父亲呢如山，母亲如海。父亲犹如人生灯塔，屹立不倒，照亮黑暗；母亲犹如江河湖海，包容万象，是孩子心灵的温床。意思就是母亲你要有弹性，人只要有地方可以接纳他，容纳他，他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多说一句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薪金还不错的公司，你怎么干多少年都没有存在感，也没有归属感，最终活成了没有自己灵魂的一台机器。